1948年秋，东北战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近55万国民党部队被分割在沈阳、锦州和长春3座城市。解放军仅用10万左右的兵力围攻长春，而此时驻守在长春的国民党部队也有10多万兵力，两军可谓势均力敌。大战将至，一名怀揣朱德总司令亲笔信的神秘男子悄悄地潜入了这座城市。此人这个时候进入长春，他到底要执行什么样的特殊任务呢？当时驻守长春的国民党部队主要有2支，一支是被老百姓称作皇太子的蒋介石嫡系部队新七军，另一支是被老百姓称作私生子的滇军60军。从老百姓给2支部队起的外号就可以看出他们平时的待遇。新七军的武器装备精良，粮草充足，有酒有肉。相比之下，60军就惨多了，装备破旧，粮草短缺，永远都是战场上的炮灰。这一切早已让滇军上下怨气十足。另外，60军军长曾泽生与新七军的军长李鸿也有所不同。抗日时期，曾泽生就曾在滇缅战场上立下了赫赫战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爱国将领。他本不想打内战，是被迫来到东北战场上的。他也不是蒋介石嫡系，所以不被重用。而李鸿虽说也是一名曾在滇缅战场上屡建奇功的虎将，但他同时也是蒋介石的心腹。这个神秘男子此行的目的就是策反60军。当时60军在长春有3万人马，占守军的1/3。一旦策反成功，将极大地打击国民党守军的士气，使长春城不攻自破。单凭这名神秘男子一人之力，能否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呢？早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个神秘男子就曾在云南做过多年的统战工作，与曾泽生、龙耀等滇军的上层将领们都打过不少交道。此外，他的妻子又与云南王龙云沾亲，正是有了这层特殊的关系，早在1946年时候，他就被朱德总司令选中，由毛泽东主席秘密派遣进入东北。那个时候，这名神秘男子化名赵振华，以中校军需官作为掩护身份做情报工作，而他的真实姓名叫做刘浩。可以说，此次策反行动最佳人选非他莫属。策反一个人很容易，这次刘浩要面对的是将近3万人的滇军，想成功策反整1个军，谈何容易？正所谓擒贼先擒王，只要搞定军长曾泽生，策反60军可以说就易如反掌了。1947年，刘浩特意请曾泽生原来的老领导张冲写了几封信给曾泽生等人。令刘浩意想不到的是，就是这几封信惹出了一场大祸。进入长春以后，刘浩通过地下党把信交给了曾泽生。这5封信对曾泽生等人的触动很大，同时在军中也引起了巨大的反响，策反的活动进展十分顺利。可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不知道通过什么途径得知了这一消息，他怀疑滇军内部还存留有少数中共地下党。蒋介石立即下令清党，凡是张冲的旧部一律免职调离。这次清党可以说对整个策反工作是致命的一击，前期所有的工作全部毁于一旦。有2名潜伏在曾泽生身边而且位高权重的地下党被牵连革了职。关键是，这2个人正是刘浩在长春的掩护人。这2位地下党的意外革职，就意味着刘浩在长春的处境十分危险，很有可能整个长春地下党都已经暴露。在这样危急的时刻，刘浩不得已只能选择保护地下党组织，离开长春。第1次策反宣告失败。
刘浩离开以后，国共两党在长春多次交锋，但是解放军始终难以攻克，长春城的防守依旧是固若金汤。1948年，刘浩再次临危受命，策反曾泽生。那么这一次，刘浩能否成功呢？这次进长春后，刘浩并没有贸然去见曾泽生，而是带着朱德总司令的亲笔信，先去拜访了曾泽生的亲信龙耀。早年间，朱老总在云南讲武堂任教时，与他们均有师生之情。但是上次张冲的几封信给刘浩带来了前所未有的麻烦。那么这一次，朱老总的信是否能起到实际的作用呢？熟人见面寒暄几句后，刘浩说明了来意，拿出了朱老总给陇耀的信。朱德在信中向陇耀介绍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分析了东北战局现状，指出蒋军败局已定，也讲解了党的统战方针和政策，鼓励陇耀要当机立断，早做抉择。看完了信，陇耀感慨万分，他一边感慨于共产党人的诚恳以待，另一方面又对蒋介石政府的独裁统治深恶痛绝。陇耀表示，一定要积极配合做曾军长的工作，待时机成熟，愿与刘浩联络起义。临别前，刘浩提出一个请求，希望能见一见曾泽生，把朱老总的亲笔信转交给他。话音未落，陇耀面露难色，他说，曾泽生现在已经被国民党保密局的特务监视了。另外，上次策反行动失败后，刘浩的身份已经暴露，若是刘浩贸然前往，恐怕会发生意外，因此此信还是由自己代为转交比较妥当。第二天，陇耀带着朱老总的信来到军部，见到曾泽生后，陇耀毫不隐瞒地将他与刘浩见面事情以及详谈的内容一一转告给了曾泽生，并转交了朱老总的亲笔信。看完信后，曾泽生沉默了，只是默默地把信折好，装进上衣口袋里，独自一人坐在椅子上发呆。考虑到了刘浩的身份已经暴露，长期在长春城内待下去可能会有生命危险。回到自己的师部后，陇耀亲自派人把刘浩送出了城。这一次策反曾泽生的行动并未得到任何回复，曾泽生也没有当面否决。刘浩判断，策反曾泽生这条路是可行的，只是时机未到。可是这样无限期的等下去不是办法，刘浩自己可以等，长春的百姓等不起了，他必须主动出击，为这次行动创造新的机会。回到解放区后，刘浩认真分析了自己与陇耀等人接触的过程以及曾泽生的反应。他认为从上至下的策反一时很难实现，既然这条路走不通，索性就反其道而行之，对60军进行自下而上的活动。想到这儿，刘浩连夜赶到哈尔滨东北军区政治部，从那儿的解放团里精心挑选了与曾、陇等上层军官关系密切，又在60军的中下级军官中有一定影响力的被俘国民党军官张炳昌、李征先等5人，以释放的形式派遣回长春，现身说法，展开更进一步的策反工作。在刘浩的安排下，张炳昌和李征先等人在60军所属的暂21师旁边租了一个小院子。这几个人在60军中的地位特殊，很快这个小院便热闹了起来。一些下级军官三三两两进进出出，主动找张炳昌等人讨教。这个小院变成了解放军不挂牌的宣传站。刘浩用的这个自下而上的办法很快便奏效了，一些滇军的中下层军官陆陆续续的代谢投诚了。作为60军老大，曾泽生也一直暗中关注张炳昌他们回到长春后的动向。不久，曾泽生在军部接见了张炳昌、李征先等5位昔日的爱将，双方会见，言谈甚欢。可是，一谈到起义，曾泽生态度陡然一变，当即表示，作为军人，这边倒倒，那边倒倒，
这种事情我办不来。这次谈话就这样不欢而散了。见到曾泽生的态度如此强硬，龙耀与张炳昌等人都有些灰心。他们立即把与曾泽生交谈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转达给了刘浩。可刘浩并不相信这个为人正直的爱国将领曾泽生真的甘愿让长春的老百姓继续受苦，让2万多滇军弟兄继续在战场上给蒋介石当炮灰。刘浩建议龙耀等几位将领请曾军长走出军部，去长春城里走走看看。他坚信，当曾泽生看到长春百姓此刻正在生死边缘挣扎的时候，他不会无动于衷。8月的一天早晨，曾泽生带着副官等几名手下到182师阵地视察。当他们刚走到中山大街时，就被眼前的一幕震惊了。一排排杨树都被剥光了衣服，地下的草坪也只剩下敲挖搞刨的痕迹。不远处的尸体是在挖刨草根时饿死的。一个土堆上，几个孩子正在撕抢几块树皮。曾泽生不禁心头一震，这就是自己保护下老百姓的生活吗？他们刚拐进一条小巷，迎面走来了3名穿着旗袍的年轻女子，她们看起来倒像是大户人家的小姐，摇摇晃晃，相扶着走到曾泽生的跟前。其中一名女子双手捧着几个金戒指，要换军长手里的2个馒头。见没人搭茬，他们以为金子的分量不够。另2个女人又急忙撸下自己手腕上的金镯子，摘下脖子上的金项链，一起递上来，苦苦地哀求着，说他们已经3天没吃东西了。女子的哀求声像是一把把刀子，割着曾泽生的心。他实在看不下去了，吩咐副官将自己的饼干送给3名女子。副官很不情愿地摸了摸公文包里那袋饼干，这袋饼干是陇耀为了缓解曾泽生的胃病，前几天刚送给军长的。曾泽生一直没舍得吃，只是外出视察防务时偶尔嚼一块垫吧一下。副官心疼军长，怎么肯给人呢？给他们！曾泽生提高声调重复了一句，然后径自向前走了。身后不断传来那3名女子千恩万谢的声音。曾泽生一条街一条街地走着，看到了一幅又一幅悲惨景象。他深深感到，在这场内战中，最大的受害者是老百姓，而在东北的每一个滇军官兵也都牵动着他们家人的心。眼下困守孤城，坐以待毙，只能是死路一条。作为义军之长，要想个法子，绝不能把这2万多云南子弟葬送在长春。倘若那样，以何面目见家乡父老？来到182师的阵地上，看到蹲在地堡里的士兵们，一个个骨瘦如柴，面色憔悴，站起来报告，腿肚子直打晃，一阵风就能刮倒。曾泽生不禁心酸起来，这还谈什么战斗力啊？不要说解放军来进攻，就是这样相持下去，不被困死也得饿死。曾泽生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了军部。刘浩的这个建议真的奏效了。回到军部后，曾泽生吩咐副官安排一桌饭菜，打算再次宴请张黎等5位军官，并要陇耀等2位亲信作陪。要说这军长宴请部署，只要副官通知一声，就会弄得妥妥当当。而这一次，却把负责安排宴请的副官难住了。就眼下的光景，大大小小的饭店都关门了，有钱也没地儿吃，更何况是办一桌酒席呢？万般无奈之下，副官想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办法，请2位来参加宴会的师长各自带些菜来，拼了一桌酒席。从来没听说堂堂义军之长请客吃饭，还要客人自己带菜来的。军长家都已经如此光景了，老百姓家的生活也就可想而知了。吸取了上一次的经验，宴会前，刘浩告诉大家要统一口径，用各自的经历现身说法，
只谈情况不谈工作，帮助曾泽生等人解除顾虑，早日下定起义的决心。宴会上，张秉昌、李争先等5人先向大家详细介绍了解放区的情况，拢要听得入神，还不时插话。宴会结束时，曾泽生送了大家2句话：危难之际共携手，献计献力渡难关。至此，曾泽生的态度开始发生了转变。独自在屋里踱步的曾泽生，心情从来没有如此的沉重。走累了，他倒在床上，双手向上伸展，无意中碰到了枕头下面的几封信。他把信拿出来，坐在灯下，一封一封的慢慢翻看。突围与坚守，皆死路一条。全国人民及云南父老，此时此刻都期望东北响一声雷。曾军长振臂一呼，率全军反蒋起义。这是老战友在密信中对他铿锵有力的呼唤。他又瞥见办公桌上白天副官拿来的几张共产党传单。60军何去何从？快下决心，举义旗，为国为民，再创辉煌。走老路，山重水复疑无路。上新道，柳暗花明又一村。透过这几张传单，曾泽生似乎想明白了什么。而此时，东方的曙光透过玻璃窗，照到了他的脸上，泛起了一抹红晕。鉴于形势紧迫，以免夜长梦多，天一亮，曾泽生便立即叫来陇耀等人前来商议起义之事。一番商议之后，曾泽生决定特派张秉昌和李争先为代表，带着他和陇耀等人的联名信与解放军接洽，决定于17日凌晨举旗义志。10月14日，张秉昌和李争先带着信走了，同时他们带走的还有曾泽生等2万云南子弟的希望。事情进行到这里，可以说刘浩此次的任务算是大功告成了。曾泽生起义在即，所有人都在期盼顺利起义的时候，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1948年10月15日中午，刘浩收到了60军要起义的消息后，立即向兵团政治部主任唐天际做了汇报，并转交了曾、陇、白3人的联名信。我们在党史纵横中找到了一篇刘浩的回忆录《策反国民党60军起义》，里面详细地记载了当年的情况。唐天际看完了信，询问了刘浩的想法。刘浩根据自己常年与曾泽生、陇耀等接触的经验，以及60军的现实情况分析，60军起义真实可信，并建议应马上派人前去洽谈，以免错失良机。如果有必要的话，自己可以进入长春，与曾泽生直接商谈。唐天际也同意了刘浩的看法，同时表示，此事需要上报司令部。正当刘浩满心欢喜地积极准备前往长春与曾泽生商议起义事宜的时候，令他没有想到的是，司令部的一个电话浇灭了他全部的希望。解放军司令部得到的情报，长春守军要准备突围，而行动的时间恰恰是曾泽生准备起义的第2天，也就是10月18日。解放军部分将领认为，60军此时此刻派人出来联络起义，可能是麻痹解放军。得到这个消息后，刘浩心中万分焦急，原本胜利在望的事情，却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出现了这样的意外情况。
刘浩随即带着那封亲笔信直接来到司令部。刘浩向萧劲光等转交了曾泽生等人的联名信，并做了汇报。一位兵团副司令看到这封信后，立即表示质疑，说：“连章都不盖，简直是骗人！他们是想突围吗？”刘浩又向兵团首长汇报了自己的看法，并将这几年在争取曾泽生起义方面所做的工作，以及曾泽生的表现，详细的向萧劲光等人做了汇报。萧劲光听得很仔细，一番深思后，萧劲光表示同意刘浩的观点。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此时已经是16日的上午了，距离曾泽生原定的起义时间17日凌晨还有不到20个小时。然而前去联络起义仪式的代表却迟迟未归，这让坐镇军部的曾泽生焦急万分。就在他等待着谈判代表归来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电话令他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儿。打电话的是当时驻守长春国军的老大郑洞国，他要曾泽生立即去兵团司令部开会。曾泽生感到事有蹊跷，以前开会都是由副官来通知，而这一次是郑洞国亲自来通知的，他隐隐预感到情况似乎有些不妙。放下电话后，他立即打电话给陇耀和白兆学，反复叮嘱，如果万一起义之事暴露了，自己被扣押，起义之事将由陇耀和白兆学2人代为指挥，按照原计划进行。一切安排妥当后，曾泽生怀着沉重的心情前往兵团司令部。曾泽生刚到司令部，还没说几句话，郑洞国便从一个空头包里取出了2个信封，递给曾泽生，告诉他这是蒋介石首令和东北剿总司令卫立煌的亲笔信。原来，从10月10日以来，蒋介石连下了3道手令，命长春守军18日突围。郑洞国此次请曾泽生前来商讨的正是关于突围一事。郑洞国决定背水一战，按照蒋介石的命令，力争杀出一条血路。如果突围不出去，就把部队拉上长白山。听完这些，曾泽生一直悬着的心终于落了地。一番商谈之后，曾泽生起身表示一切听从司令官的指挥，然后便转身离开了司令部。1948年10月17日上午，曾泽生终于在545团团部的临时指挥所里见到了他盼望已久的刘浩。一见面，曾泽生就解下了自己心爱的配枪送给了刘浩，以表诚意。随后，他先向刘浩等人介绍了60军的情况，接着双方详谈了60军的出路等问题。曾泽生表示，唯一的要求就是只希望不要把部队分得太散，至于军师2级军官都服从解放军首长的安排。就在起义在即的关键时刻，曾泽生向刘浩说出了自己的一块心病。他手下有3个师，一个是陇耀的暂编21师，一个是白兆学的第182师，还有一个就是李松的暂编52师。这个52师师长李松是蒋介石为监视曾泽生特意派到60军来的军统特务，52师是否也要一起带走，曾泽生一时难以抉择。所以到现在为止，整个起义计划都是对暂编52师高度保密的。俗话说没有不透风的墙，起义这么大一件事是很难瞒得住李松这个军统特务的。只要60军其他2支部队一有动静，肯定逃不过52师的眼睛，整个起义计划很有可能会功亏一篑。此时距原定的起义时间只剩下不到10个小时。在这样的紧急时刻，刘浩提议先把52师的师长李松控制起来，绝对不能让他破坏整个起义行动。在52师发动兵变，迫在眉睫。60军不是3个师吗？有个120，有个21，加我们52。52呢，实际就是监视60军那2个师。所以呢，就把我们召集去讲了，师长讲了。现在这兵团司令部的有下达命令，
我们全部这个部队啊，放下武器。52师的，凡是政治是就是团长以上的，都到军部去开会，结果怎么样啊？军部都把他们扣留起来了。部队有设立指挥了，有副制，上面有命令了，你们把部队带好，放下武器，也要把它有秩序的给放下武器。在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52师内部成功兵变，曾泽生起义的决心可见一斑。有惊无险地解决完52师的难题后，60军当天通电，正式宣布起义。连长都团部开会回来了，召集全连讲话。这兄弟们，我那个一定带领你们找到那个好地方，保证有前途，有光明前途。有个副班长，他说可能是起义，也不是投降，也不是突围，我看是起义。起义之事进展到现在，已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只要部队顺利出城，起义就算成功了。然而3更半夜的带2万多人出城，可并非一件简单的事。更何况，此时的长春被郑洞国防守的像铁桶一块，解放军进不来，国民党也别想出得去。眼下的情况，如果强攻，显然不可取。长期的营养不良，使得60军的2万多官兵早就丧失了战斗力。一旦发生正面冲突，势必损伤惨重。强攻不行，那就智取。根据当时缺粮的实际情况，刘浩为曾泽生找了一个十分合理的借口，就是出城搞粮。就这样，在夜幕之下，60军打着出城搞粮的旗号，骗过了哨兵，开始撤离长春。而解放军也根据事先商定好的路线进城，与曾泽生的部队一进一出同时进行。当晚，解放军就悄悄地接管了60军的防区。一看是谁啊？60军不是啊，叽里嘟噜的，一看说话也不懂，再不行要开枪了。我们领粮的人就说我是保安旅的，对，一看不行了，回去就报告了，说怎么的，这人怎么说话都不懂了，不是60军了吧？是不是啊？以后这内部从市里就打电话到了，说60军反水了，叛变了，带跑了。60军的起义对新七军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全军将士再也无心恋战，当天就与解放军接洽投诚了。转眼之间，偌大的长春城里只剩下郑洞国和自己的卫队。眼见大势已去，郑洞国只能被迫投诚。胜利的号声响遍了长春市的每一个角落，庆祝着我军的伟大胜利。起义后的60军，军长仍为曾泽生，部队保留原有建制，改番号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50军。曾泽生部队的成功意志对平津、淮海2大战役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傅作义、陈明仁等众多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投诚，也都受到曾泽生的影响。长春的和平解放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中用不流血方式占领大城市的第一次成功范例。可以说，这次胜利极大地加速了整个辽沈战役的进程。刘浩这位传奇特工的英雄事迹也被中国共产党铭记在册。我是彭博，下一期我们继续发现世界。